家好。今天一直在下雨啊，确切的说这几天连续都在下雨，所以出行呢，要不就是坐车，要不的话呢，就是要等着雨停啊，走到附近的小店去买一些东西，大概就这样。真是没想到啊，这个温哥华到了5、6月份的时候，还是天天下雨啊，就感觉仿佛又回到了上一次来的时候啊，就是冬季。因为每到冬季呢，温哥华基本上都是雨季，淅淅沥沥的雨，走在外面呢，真是非常的湿冷。但是，一般到了4、5月份以后啊，春天就来了，百花盛开，春花烂漫啊。到了5、6月份呢，就是完全是夏季的这种气候，就早晚温差比较大，出来的话呢，都要多穿一些衣服。但是到了中午、下午以后啊，甚至在傍晚的时候呢，就是20来度啊，天气非常的温暖。但是走在街上啊，又不会出汗，所以大家都觉得温哥华的气候呢，一年四季啊，就除了冬天有一段时间稍稍有些冷以外啊，其他时间都是非常好的、适合居住的这种气候啊。但谁知道我这次来了以后呢，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啊，大家都是只能开车出行，所以原本呢想继续在这边骑车啊，那看来这个目标呢实现不了，因为我呢也就仅仅在温哥华待个一个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现在呢我站在阳台上啊，只能说望天兴叹，但是呢看看楼下的这些绿树啊，更多的就是居民的房子。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随意的聊聊啊，在外面也出不去嘛，就对着窗外看到这些房子，那我们就聊聊这个温哥华的房子吧，说些跟它有关系又没有关系的事啊。今天我就看到一个报道，说美国人呢在抱怨啊，底层老百姓大概收入在3、4万年薪以下的老百姓呢，现在他们吃一餐麦当劳都要考虑啊。就这些以前被称之垃圾食品的这种快餐啊，现在成了一种奢望啊。当然不是所有人嘛，就是底层的人群啊，越来越感觉到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那我最近呢也是回到了温哥华以后啊，当然也少不得去吃饭。而且我们也去我们当年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去过的一些熟悉的food court，就是中国人开的一些餐饮的那种集市。结果呢，确实隔了好多年，我们印象当中呢，以前一个套餐吧，大概也就是5、6块、6、7块，或者这边呢喜欢5.99、6.99啊，最多就7.99。大概有2个菜、3个菜，然后一些饭，还有一个汤，这样的一个套餐。但是我们这次看到的呢，大概是15块9毛9到17、8块这个样子啊，就同样的这个量的饭菜。当然，这个我相信也是隔了很多年才会慢慢的涨到这样。所以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以前的这些便宜的这种套餐啊，大概也涨了2倍啊，甚至3倍之多了。所以就想到美国老百姓现在某一些人对吃一餐麦当劳也要考虑。我觉得确确实实，你如果在温哥华这边啊上一次馆子的话，那真的要破费啊，就分分钟都是上百块。那么甚至好一点的餐馆就几百块，再要加上15%到20%左右的小费啊。说些闲话，这个小费现在涨得很厉害。以前我们记得到这边来，小费一般给到10%到15%左右啊，但现在有些小费啊，居然是15%起，跟你不给个18%到20%，你都觉得不大好意思啊。
这我相信呢，这也是通货膨胀的另外一种表现吧。兜了圈子呢，我们就来说说房子啊。我现在正对的这个房子呢，都是位于本拉比。那么一直远处望呢，就是去到 Surrey 的大桥。那更遥远的地方呢，就是 Surrey 甚至一直跟美国边境相连的一块地方。如果天气好的话呢，是可以看到非常的远的。我的右侧这边望过去呢，其实就是 Richmond 啊，但是 Richmond 3号路比较中心的望区呢，这边看不到。每天看到的就是在这个天空当中的飞机，来来回回都是要前往温哥华机场降落，或者起飞后不久飞往世界各地的。今天呢，你看啊，乌云密布，现在还在下雨，虽然雨小了一些啊。但是就感觉跟天晴的时候一望无际那种感觉啊，就是有一种阴沉的面孔啊。我眼前的呢，从最近的就是一些 townhome 或者说是一种 apartment， 就是像这些房子呢，都是普通老百姓在这边应该已经住了30-40年甚至不止的这些房子了啊。就他们以前呢都很喜欢在这样的房子，因为毕竟呢一个门进去啊，最起码自己有2层，有个阳台啊，底下呢可能起居厨房，上面呢是他们的卧室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设计。那这个房子当然也不大啊，就是普通老百姓最容易负担的房子。那么门前呢，你看就是那种绿化带，一条绿道，一直可以走很远。甚至你可以骑着单车呢，一直去到Metrotown啊，我已经骑过很多次了。所以你可以看这边的很多矮房子呢，大概就是这样的房子。当然了，我住在亲戚家，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大概是14-15层的这种中层的公寓房啊。对面呢，可能更高一些。你看对面那些咖啡色的房子啊，这一排房有7-8栋之多的呢，就是 Edmonds 车站边上的这一批房。这个可能应该也有个接近20年了吧，因为我记得很早就看到这些房子。在前面这些近一点的啊，就看到那个玻璃幕墙多一些的，更通透一些的呢，可能是这个10多年以前建的。再往左边看过来，前面这建3栋房，有一栋很高，这3栋都是住宅楼。前段时间呢，我从这个下面经过，结果我本来想到里面去稍稍的看一眼，了解一些情况的，结果被人家这个很客气的拒绝了啊，因为没有预约。那好吧，这个呢就是这边应该是最高的楼的。这样的几栋楼啊，那再过去呢就是 New Westminster， 那么再远呢可能就是 Surrey 那边了啊。就总之这边就起了很多楼就对了。这楼呢越来越高，虽然这些楼的密度跟中国来讲的话简直是不算什么啊，所以我们一眼望过去呢，基本上还都是一片绿地。但是这样的房子呢，跟我第一次到温哥华来啊，大概已经有20来年了吧。就那个时候呢，就我楼下这些房子啊，根据我当时的记忆和我的亲戚分享给我的一些信息呢，也就是20-30万的房子。那对面这些公寓啊，虽然有新有旧，当时的时候呢，也就是10多万啊，不到20万。但现在来讲的话呢，这些房子基本上啊都是要70-80万。那稍微大一点的恐怕就要接近100万了。而且现在新建这个公寓呢，可以这么讲啊，面积是大大的缩水。以前呢2房的房子基本上800-900尺，如果3房的话呢，1100-1200尺都是很普通的。现在2房啊能够给你弄个600-700尺已经算相当不错了。因为这边的房子呢全部都是算套内的面积，它没有那种像我们中国这种要公摊面积的啊，所以就算你买到有多大，其实就多大。而且有些部分呢是不算面积的，比方说阳台呀，
比方说一些储藏的空间啊等等啊，所以相对来讲呢，这边的哪怕是600-700尺的房子呢，空间还是不错的，一个小家庭应该也绰绰有余了。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现实啊，就是你如果问这边当地人他们愿意住或者喜欢住在什么地方的话呢，谁都愿意住独立的 house， 就是中国人讲的所谓的别墅。那么再不济呢，也愿意住在那些 townhouse， 就是连排的这种 house。那么当然了，你可能会跟隔壁来这个共享一堵墙什么之类的啊，就接得比较近。但毕竟来讲呢，还是可以保持你自己有个独立的上下的空间，甚至呢还有个小院啊。当然可能还会有车库之类的。所以这些房子呢，就是传统的加拿大人住的房子，虽然各个区域的这个价格是完全不同的。你如果要去到西区，那边动辄就是300-500万的房子，可能还是300-500万起的。那你去到温哥华的东区呢，也从以前30-40万啊，涨到了100-200万。那你来到了像这个本拉比这个地方，那基本上来讲，100万以下的这种独立的房子大概是没有了。所以可以想见啊，就是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这边的房价呢，最起码也是涨了几倍啊。那当然中国有些房子可能从最早的算起的话，甚至有些超过10倍之类的。所以呢，现在中国房子往回调了30%几十呢，已经有些人觉得嗷嗷叫啊。但是实际上来讲呢，从最早的买房内心来讲啊，现在这些回落也算是合理。那加拿大这边的房子呢，也是起起落落，但是基本上来讲，这些年的城市化的发展、移民的进入，当然也有本地经济的增长等等因素叠加呢，使得这边的房地产市场啊，基本上20年啊一直是往上走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在疫情之后，这边就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通货膨胀。那通货膨胀最大的当然就是物价上涨，生产资料、生产价格都在上涨。那么刚刚讲到的麦当劳，讲到的那些中午吃的套餐价格涨了1倍、2倍，甚至更多。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啊，整体这个市面上啊，所有的东西都在涨。那么这些支出呢，还是小的支出啊，对老百姓来讲还能够承受，而且政府呢也时不时会发一些钱来帮助大家。但是关于这些房子的问题就复杂了。就以前3年以前呢，大概这个利率在2%或者2%点几，以前还有更低的。但是这几年的通货膨胀，这个国家的央行呢，为了要压制这个通货膨胀，所以就是推出了抬高利率啊，基本上西方国家都是同样的这样的措施。那么就变成了现在的利率啊，存款的利率都达到了4点几、5点几啊。那你更可想而知，你的贷款利率基本上6%、7%这么高。而加拿大的老百姓呢，他们一般来讲都是3年到5年签一次这个分期付款这个利率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也就是说，3年以前用很低的利率买房子的人呢，到了3年以后的今天，那你再次去重新跟银行签还款协议的时候，你的利率可能就要从2%涨到6%，甚至更高。那么也就是说，特别是那些买了房子没多少年的，前面多少年呢，全部都在还利率。虽然房子的价格呢也是有所上涨，但是它每个月供款的这个数目呢就越来越大，再加上食物啊其他方面的这个价格上涨呢，就造成了老百姓啊对于这个房子的负担是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资料，说加拿大最近有人去做过这样的调查，说大概呢现在的这个老百姓有62%左右的人
没有办法负担他们的房子，就这个价钱来讲，对62%的人来讲都太高了。那当然了，每个人的期望值不一样，有些人是负担不起 house， 有些人是负担不起这些 townhouse， 也有很多人呢，就连普通的这些 apartment 也负担不起，这就是现实。而在这个房价很高、付房款、房贷压力非常大的情况底下呢，那你租房现在也同样啊，就是房子的租金非常之高，所以加拿大政府呢也出了一些招数吧，打击这些租房市场不断的升高的这些房租。其中呢有些办法就是向那些外国人开刀，比方说外籍人士在这边买房子要付另外的这个税款，还有呢就是你买了房子以后啊，你这房子就一定要出租，不出租的话呢就会收一个非常高的控制的这个税。像这个大温地区呢，温哥华市啊，就不但有省里头这样的控制税，它市里面也收一个控制税。甚至呢你自己拥有的房子你都不可以给自己人住啊，就是你不住的话你都不可以给自己家人住，这样呢也算是一个控制啊。当然各个城市的政府它的认定还不太一样，总之呢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必须强制的出租，以平和这个市场上面啊增加这个租房的供应量，来达到一个让房价下跌或者不要疯狂的上涨。而且呢也推出了很多对底层老百姓的一些有利的这种政策或者说是措施。比方说你如果在疫情过程当中租的房子比较便宜，那你现在要续租，就是你到期了要续租的话呢，你是可以继续要求在这里住下去，而只需付这个房子的每年的租金的一个非常少的增长。但是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找房子要住的话呢，你就是一个市场价。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有些投资房子的人呢，也面临这些损失。比方说在疫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比较便宜的租给一些人，但是这几年呢市面上都恢复啊，人都回来了，那他就想把这个房子租得更高一些，可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这个租客不走，你就不能赶他走啊。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保护租客的一些新的一些规定啊等等吧。那不管怎么说呢，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根本问题呢就在于这个房价上涨太快。那么背景呢就是通货膨胀。那当然各个国家的央行都在努力要通过加息来抑制这个通胀率啊。但目前来讲的话呢，加拿大据说已经是连续3个月把通胀率压到了3%以下。但是呢，对于要降息，一般来讲都要达到2%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率，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降息的时机。所以大家现在对于降息呢是望眼欲穿，尤其是有房子的，需要分期付款的，因为这个利息的增加造成入不敷出啊，造成很大压力的这个群体呢，现在大家都静待政府尽快的降息。但是通胀率呢还是居高不下，或者说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所以短期来讲这个降息未必能够成为现实。而且更奇怪的是，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的打压啊，就是这个升息，虽然这个房子的交易量有所下降，待售的房子呢据说是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但是房价呢并没有往下走，这也是大家非常困惑的一个事情。那么大家就会想象一旦降息，一旦央行放水，那么房价有可能会有报复性的反弹，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对于收入没有增加太多的年轻的群体或者普通老百姓来讲，那买房子可能就不是62%买不起，会有更多人可能连租房都租不起，那么只能望房兴叹啊。这个大概就是加拿大我来了以后，根据我自己的了解和一些朋友的交流，大概就了解到目前这个温哥华，当然我现在加拿大很多大城市都差不多的情况，就是房价涨得非常的厉害，租金也随之上涨，那么其他的生活物资，哪怕是一些最基本的饮食方面的支出呢，都大的增加，但是收入的话呢，仅仅是每年大概调一下，就是最低的这个工资。那据说现在这边是每个小时是27块多，但是呢，远远跟不上这个物价的上涨带来对大家荷包的缩水这种影响啊。那今天呢，也就是站在阳台上啊，望着下雨的这个城市，没有办法出去活动啊，就在这边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反正到这边来呢，就是了解一下生活，跟我上次时隔很多年没来稍稍有些不同啊，就是更想了解一些更真实的加拿大人，尤其是温哥华这座城市里面的老百姓啊，他们目前的生活状态，当然包括他们现在的这些收支，包括他们平时的开销，因为毕竟来讲我自己也有小孩生活在这里，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他们将来能够跟这个国家一起走出通货膨胀的困境，然后呢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找到合适的工作，收入呢有所增加，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近的未来，也可以圆自己在这边住房的梦啊，也能买得起他们一个安身之处。这个作为家长来讲，肯定也是这样的一种期望啊。但是现在看来呢，目前来讲是事与愿违啊，还是令大家比较沮丧的这么一个行情。好了，那今天就跟大家闲聊到此啊。我们在温哥华还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资讯，也会有更多的感受。那也愿意呢，跟这边的朋友和关心或者希望到这边来生活的人们呢，来讨论。好了，那就分享到此，谢谢大家的观赏，欢迎大家留言，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